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凝重与失落，仿佛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正被无情的雨水所浇灭。一时间，小世界中弥漫着一股无形的压抑，连空气都变得沉重起来。丹神塔塔主的目光环视四周，他的眼中透露出深邃的忧愁。他伸出手抚摸着无上丹方中的那些符文字体，似乎在诉说，却唯独没有那一个能解救吴雪的答案。孽神长老的脸上写满了惆怅，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与失落，沉重道：连无上丹方中都没有相对应的救治丹药，那还有什么可行之法？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空中凝聚成型，沉重而又充满了无力感。无上丹方都没有办法，我们还能如何？内塔之主的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惆怅，仿佛在问众人，又仿佛在问自己。当然，萧炎现在的面容已经表达了他内心的一切，塔主也是看在眼里的，望着躺在地上的吴雪，每个人的心中都非常的焦急如焚。丹神塔塔主深吸一口气，即便无上丹方中没有现成的答案，他也不能就此放弃，那就继续找，直到找到相应的丹方为止。小世界中有着无数星辰悬挂在无尽的遥远上空处，让人看一眼仿佛能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塔主抬头举目星空，他的声音变得深沉而有力。其实还有办法。这句话如同一旦激起千层浪，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心跳加速，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众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似乎都在对方的眼神中寻找答案。萧炎那深邃的瞳孔中更是散发出一丝金芒，忍不住地问道：师父，您说的究竟是什么办法？丹神塔塔主的目光将这里的无上丹方扫视了一圈，看着其上刻着奇异的符文，散发出淡淡的光芒，喃喃道：我刚刚所说的，我也只是窥探无上丹方的9成，至于无上丹方的最后1成，至今我尚未彻底的获得。此言一出，众人仿佛置身于寒冬腊月，瞬间被冰霜覆盖，惊讶的几乎失声。他们原本以为塔主已经掌握了全部的无上丹方，却没料塔主这是不完整的无上丹方。他们此刻的心情如同被猛地抛入深渊，又在即将触底之际看到了一丝曙光。塔主的目光如炬，他看出了众人心中的疑虑与渴望，然后解释道：无上丹方乃是我塔中那道诛心神火的半生物，既然诛心神火是大纣所孕育出来神物，那么这无上丹方同样也是大纣的产物，所以只要窥探那完整的无上丹药，必然可以找到救治雪儿的无上神丹。他的手指轻轻抚摸着周围的符文字体，仿佛能感受到那来自大纣的深邃力量。塔主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那是对大纣力量的敬畏，同样也是对救回雪儿的最后希望。紧接着塔主继续解释道：诛心神火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2的神火，是大纣中最为恐怖的神火之一。如今的我也并没有将其收服，而是将它镇压在丹神塔深处。但是诛心神火的本源过于强大，虽然那被镇压，但还是有着诛心本源散发出来，从而也成就了现在的丹神塔。因为那些所散发出来的诛心本源之火，可以促进炼药师的炼药术，还可以让他们对火焰的领悟加快很多。我也是在诛心神火的帮助下，在自己原先领悟的丹道中有了大大的升华，最后也通过自身的天赋与对丹道的运用领悟，从而突破了药神的最后一道领域，成就了9品药神，站在了炼药界之巅。萧炎在听闻自己的师父这样介绍后，他对于诛心神火的恐怖愈加的感兴趣起来，竟是还没收服就让塔主的丹道更上一层楼，这简直就是出奇的强大可怕。虽然没有收服诛心神火的本源，但是能够利用丹道也可催动诛心神火。与此同时，在无意间也窥探到了诛心神火的半生产物，也就是无上丹方，但是也只能窥探9成，并不能完全掌控完整的无上丹方。所以只要能窥探这完整的无上丹方，必定可以找到炼制出能拯救雪儿的神丹。塔主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信心，那是他对完整无上丹方的自信。无上丹方乃是集大纣之精华，汇万物之灵性而成。这最后1成的丹方，除了涉及到了天地灵气的精妙运转和5行元素的运转外，还有来自大纣中最神秘的丹术。至于那个丹术是什么，只有获得完整的无上丹方才能知晓了。我尝试了很多次那最后的1成窥探，结果都是一样，被诛心神火的本源给一次次的磨灭，根本无法窥探那最神秘的丹术和最后1成的无上丹方。随着塔主的解释，众人渐渐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凝重而期待的气息。现场的气氛沉静了片刻之后，萧炎的目光如炬，他的声音虽轻，却清晰地传遍了四周。那如何可以获得最后1成的无上丹方？丹神塔塔主闻言，身形微微一震，沉默了片刻后，缓缓开口道：想要获得那最后1成的无上丹方，恐怕只有进入那诛心神火的本源之中。此话一出，众人脸色大变。诛心神火乃是9道神火排名第2，其本源之火深不见底，炙热至极，更是有着影响人心的恐怖力量。一般人一旦接近，不管是神体还是神魂，都会被瞬间吞噬。
连灰烬都不剩，众人心中无不升起一股寒意。这诛心神火哪有那么容易所能近身？而且就算是半道神都不敢进入诛心神火本源中，这里最有机会进入其中的只有塔主一人。可他已经尝试了无数次的窥探，依旧无法突破最后一城的无上丹方。就在众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时，突然一道坚定的声音划破了沉默。我去试一下。声音不高，却如同重锤击打在每个人的心上。说话之人正是萧炎，他面无表情，眼中却闪烁着不屈的光芒。他深知前方或许是死路一条，但为了无上丹方，为了心中的那一份执念，他愿意成为那个挑战不可能的人。在那个充满了无尽丹香的小世界里，萧炎站在众人中央，他的目光坚定而深邃，仿佛能穿透凡世的迷雾。言儿，你真的要去吗？塔主的声音带着几分沉重，他知道眼前的年轻人肩负着比任何人都沉重的心情去，或许这是最后的机会，不去就没有任何的机会。萧炎沉声有力的回答，但是众人还是感觉塔主大人是最有机会成功的那个人。刚刚萧炎的举止，在众人的注视下，他的心中涌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他明白，以师父的实力，的确是最有可能的，但是自己之前能够将排名第3的灭世本源都将其收服，面对排名第2的诛心，同样是可以。这就是萧炎的绝对自信。塔主的眉头紧锁，显然也对萧炎能否成功并不持乐观态度。然而萧炎并未被这些疑虑所动摇，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之色。就在这一刻，萧炎为了让大家打消对自己的疑惑的情绪，他深吸一口气，将体内的3道神火唤醒。随着一股炽热的气息蔓延开来，周围的温度骤然上升，空气仿佛被点燃，扭曲的热浪让人感到仿佛置身于炙热的火海之中。众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深深的震撼。只见萧炎周身环绕着3团耀眼的火焰，他们各自散发着不同的光芒，旋转跳跃，伸出双手，掌心中的几道神火似乎与他的意志紧紧相连，随着他的操控而舞动，宛如3条恐怖的火龙在空中舞动。这一幕令在场的所有人震惊不已。3道神火的威力远超他们的想象，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灼的味道，火焰映照在每个人的脸上，投下跳跃的影子。众人屏息凝神，他们在这一刻才知道，或许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比塔主更加的有机会。毕竟这3道神火都被收服，就足以证明了萧炎对火道上面的极深造诣。而萧炎此刻在众人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期望。他知道这一刻他不仅仅是在面对挑战，更是在证明自己，证明他有能力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前行。3道神火在他周身旋转，越发激烈，似乎在呼应着他内心的呼唤，也为他加油鼓劲。萧炎小友，你可以的。内塔之主率先打破了沉默，声音中充满了对萧炎的信念与鼓励。随后5大神长老的目光也是非常坚定地看着萧炎，那是对萧炎的认可。他们也相信这位叫萧炎的年轻人能够做到连塔主大人都做不到的事情。萧炎将3道神火收回体内，那股强大的炙热气息却依旧让在场的众人感到心悸。然而就在此时，吴雪体内的气息又发生了变化，可以感受到现在的吴雪，他的呼吸气若游丝，脸色苍白如纸。之前那股灭世火焰仿佛已成强弩之末，无法压制住他体内那股日益猖狂的反噬之力。萧炎眉头紧蹙，双手紧握着吴雪的手腕，将自身的灭世神火再次源源不断地输入他的体内。可这一次的灭世神火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带来预期的稳定效果。萧炎感到一丝恐慌，他深知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也难以挽救吴雪即将流失的生命。他的动作越来越急促，眼中的焦急之色愈发明显，周围的空气似乎因为这紧张的气氛而变得凝重。每一刻对于萧炎来说都像是在和致命赛跑，他心中涌现出无数念头，但每一个念头都在告诉他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躁动，眼神坚毅地凝视着吴雪，仿佛要透过他苍白的面庞看到他的神魂深处，找到稳定住吴雪体内那股反噬之力的办法。丹神塔塔主也在疯狂地运转脑海，想尽一切的办法。既然萧炎之前的灭世神火可以稳定吴雪那流失的生机之气，那么师父您还有什么办法吗？唯一的希望也是随着萧炎的声音落入了塔主的身上。看来如今除了诛心神火能够稳住吴雪的生机之气外，已经别无选择了。你会选择尝试一下吗？5大神长老环绕在旁，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震惊与不信。诛心神火那可是连他们这些半道神都惧怕的存在，一旦失控便是会瞬间吞噬所有之物。尊兄，难道你想让诛心神火的力量来稳定雪儿的生机之气吗？内塔之主皱着眉头，声音中充满了忧虑。塔主点头，他的目光如同利剑，穿透了这片无上丹方的空间。诛心神火那是一种可以直击神魂深处的力量，它能焚烧一切杂念，让人直面内心的恐惧与绝望。这是最后的办法，如果无法稳住吴雪那流失的生机之气，就算真的找到了无上丹方的最后一城，恐怕也无法再救回吴雪目前的状况了。塔主的声音很轻，但是带着一种没有办法的勇气。看来只能这样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将面对一切。5大神长老各自看了吴雪一眼，他们的这位爱徒是他们一手带大的，对于吴雪的那一份师徒感情只多不少，也是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师父，
请您带路吧。说完，萧炎的体内爆发出3种神火，将自己和吴雪的身体包裹起来，散发着摄人的高温与耀眼的光芒。塔主微微点头，他长袖一挥，空间波动，仿佛是水面被投掷了石子，泛起层层涟漪。在那波动之中，一道裂缝悄无声息地出现，连接着另一处神秘的空间。诛心神火本源的镇压之地，萧炎和吴雪在塔主的带领下踏入了那道空间裂缝之中，穿过一片扭曲的虚空，他们来到了一个幽暗的空间，四周被一团浓郁的黑岩所笼罩，看不清周围景物。在这片空间中弥漫着一种摄魂的压迫之感，仿佛每一步都需耗费巨大的力气。萧炎和吴雪紧随塔主，小心翼翼地落在了这片空间之上。他们催动神魂力量，穿透过那团黑岩，便是看见了无尽的黑色火海正在剧烈的翻涌着，每一次的翻涌都是带着可怕的毁灭高温，而且温度似乎也在逐渐升高，仿佛这里的高温没有最高点，使得他们的衣衫开始扭曲，肌肤感受到刺痛，但他们的步伐却没有丝毫停止。